嫌疑名单上多少人？不到1000也有800了吧？只要他沉得住气，江宗主想查到他头上，怕也没那么快。蓝景怡不服，没那么快又怎样？都关起来候审了，还能跑了不成？莫玄羽一扬眉，那是自然。夷陵老祖是谁啊？区区几个小家族的修士，能奈他何？还有那帮人用的绳子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用麻绳？就算用不起缚仙索，也不该用麻绳吧？太瞧不起人了。你说的确实有道理。蓝景怡不满，死坠，你不用附和他，他是鬼修，夷陵老祖是他偶像，他当然向着夷陵老祖说话了。怎么叫向着夷陵老祖说话？我分明在客观严谨的分析事实。哎呀，总之现在人都已经被抓了，你分析这些也没用。等江宗主他们过去以后，人肯定要被带回江家去，以后再想见一面就难了。哎，可惜。虽然蓝景怡不放心蓝思追一人行动，却也没有放弃这个热闹。我说思追，你真的不想去看一眼吗？你都不好奇吗？这比起夷陵老祖，蓝思追更想早日除掉大梵山上的邪祟，还邻里乡亲一个安宁。蓝景怡仍不甘心，韩光君都去了，韩光君总不会是为了看热闹去的吧？韩光君要去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哎，万一夷陵老祖比这山上的邪祟更棘手，我们岂不是要去帮忙？莫玄羽憋笑憋得好辛苦，心道：你们几个小孩子能帮什么忙？蓝思追见蓝景怡如此执着，想到他是为了自己才留下的，多有感动，也有小小的愧疚。转念一想，大梵山现在修士云集，兵力是先前的数倍，附近镇民也因预言的关系不敢到山上来，这山中邪祟也许确实不必着急。正要松口，记起身旁还有一人，莫玄羽发觉2个小少年的目光不知不觉移到了自己身上，眨巴眨巴眼睛，干咳一声：两位哥哥，不如你们去吧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虽然大梵山近在眼前，但刘莫玄羽单枪匹驴，蓝思追有些过意不去。莫公子，实在对不住，你真的可以吗？要不要我们分你一些法器？不用不用，法器多贵重啊，我可不敢收。蓝景怡从袖子里掏出一沓符，塞进莫玄羽怀里。你还是收着吧，这里面有蓝家的传讯符，你可别瞎用啊。遇到紧急情况再打开，我们会来救你的。莫玄羽低头看了看，那好吧，多谢了。挑挑拣拣几件可能适合莫玄羽的法器，嘱咐了2句。蓝景怡拉起蓝思追，催促道：事不宜迟，思追，我们快走吧，去晚了可就没得看了。他的心早已一跃千里，飞到少山去了。蓝思追被他拉得踉跄，无奈道：不用这么着急吧，江宗主离得远，就算御剑过来也得1-2个时辰。就算江宗主不在，被金公子抢先了，不还是一样？已经牵着驴走出几步的莫玄羽闻言又调转过头。金公子。蓝景怡看向他，怎么啦？莫玄羽牵着驴跳了回来。你们说的金公子是？金陵啊，敛方尊的侄子，江宗主的外甥。不知金陵上还情有可原，不知敛方尊的侄子和江宗主那个宝贝外甥可就怪事一桩了。莫玄羽神色微变，喃喃道：金陵。蓝景怡纳闷，你以前不是金家的吗？你没见过啊？莫玄羽只顾镜自发呆，也不吭声。蓝景怡问蓝思追，他怎么傻住了？蓝思追摇摇头，表示不知。莫公子这副样子，不像认识金陵，也不像不认识。莫公子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你多保重。2人向他拱了拱手，变好方向后，一起往山下走去。这时，神游天外的莫玄羽终于回魂，四下一看，蓝思追和蓝景怡已走到数丈开外，忙叫道：等等等等。 2人闻声回头，莫玄羽拉着他的驴颠颠的追上来，还差点被山石绊个跟头。追到近前，指了指自己，讨好似的一笑：两位哥哥，要不你们还是捎上我吧。少山关卡设在2山相夹的一处河谷中，此谷虽不开阔，但地势平坦，周边山体险峻，翻过少山必经此路，这也是百家在此设关卡的原因。蓝思追3人下了山路，远远见关卡处人头攒动，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，层层叠叠，五颜六色，全是百家的修士。想来夷陵老祖便在那里。万幸来得及时，荆江2家的人都未到，只有一些小家族的家主坐镇。
蓝景仪冲到人群边，逮一个缝隙，拉着蓝丝锥便往里钻。莫玄羽将小花驴拴在一棵树下，也跟着偷偷挤了进去。韩光君，韩光君！蓝丝锥压着嗓子喊了2声，即便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，也谨记家训，不敢大声喧哗。可惜人实在太多，找不到那抹亮眼的白。蓝景仪跟着喊了2声，忽然道：丝锥，你看。2人不知不觉挤到了人群最内侧，只见人群中央空着一块地，被各氏家主用各样兵器法宝堆得严严实实。一人正从容不迫端坐那空地中央，无论什么屠龙刀还是乾坤剑，都未分去他一丝注意。那是个面容惨白的黑衣男子，当然这惨白不是被仙门百家下的，是长期接触不干不净的东西，精气缺失所致。一双吊脚眼往这厢一扫，又煞又邪，颇为凶狠。虽与传闻中的青面獠牙不符，也是十足的恶人相。众人防他逃脱，将他团团围住，利剑法器也都蓄势待发，但无人敢进一步。一位不知名的家主怒道：魏无羡，你敢不敢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？那位夷陵老祖嗤笑一声：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30万两银子，3万亩地，交得出来，我便放了你们这些废物；交不出来，要么管你们那些大家族讨去，要么就都死在这儿。他说的慢条斯理，却字字饱满，听者有心，生生听出了咬牙切齿的意味。那家主勃然大怒：你简直恬不知耻！众人也炸开了锅。魏无羡，你要钱和地干什么？还想自立门户？就你这种邪魔外道，你也配？好大的口气啊！让我们都死在这儿！你以为到了今天还会有人怕你不成？没错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那些阴沟里的把戏早就没用了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？铿铿锵锵，又有几人或拔出宝剑，或祭出法宝。夷陵老祖笑：看来是我走了这么些年，让你们过得太舒服了。众人惊怒：你说什么？不夜天成3000修士，你们已经忘了吗？虽然13年已过，但以当时的惨烈程度，恐怕现在他们的血还未流干吧。我可记得那尸山血海的情形，真是好看得很。你！众人瞠目，不知悔改就罢了，还堂而皇之将不夜天成丧生的修士拿出来鞭挞，眼皮子都不眨一下，好像还没杀够一样，禽兽之心不过如此。当即哗然：果真丧心病狂，太无可救药了。啧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人？蓝丝锥和蓝景仪看得目瞪口呆，自小到大，他们都生活在一片文明祥和中，从未听过如此毫无人性的话，简直刷新了他们的三观。蓝忘机与夷陵老祖乃旧识，这么些年来，世人百般诟病，将夷陵老祖生前种种一一罗列，逐个指摘。韩光君却从不置评，也不过问，从未排斥过夷陵老祖那些异端邪说、妖言歪理。私教人以为韩光君对夷陵老祖似乎认可居多，就算不认可，也不致厌恶，宁可怀疑天下人，休怀疑蓝忘机。因此，他们对这个众口纷纭的神奇人物一直有些好奇。然今日一见，实在大跌眼镜。夷陵老祖果然像传闻那般低劣不堪，将自己手下的人命做高谈阔论，威胁牟利的资本，令人唏嘘。可正常来说，韩光君对于这种人，应是连记住名字都懒得，怎会因他动荡不安，心神不宁？须知以往，无论什么样的凶神恶煞，韩光君见及履及，没有动摇过一刻。唉，这个夷陵老祖的故事，真叫人捉摸不透。那厢众修士还在与夷陵老祖对峙，一人道：当日你不过仰仗着一块阴虎符，如今阴虎符一毁，你还有什么可猖狂的？一毁！夷陵老祖哈哈大笑：我的法宝还不是想造多少造多少？虚张声势也要有个度。对方道：你不过刚刚重生，有什么东西傍身？你上辈子那些家当早就一把火烧没了。夷陵老祖笑够了，低下声音：哦，那可不一定，也许我还真留下了什么。他漫不经心地玩起了腰封上挂的乾坤袋。你们也真的蠢，我只不过随口说了一句阴虎符一毁，免得你们念念不忘，问东问西，烦都快烦死了。你们就真的信了13年？你们脑子都是纸糊的吗？众人闻言，先是一愣，而后大骇。仔细想想，
13年前却不曾亲眼所见，只是听闻阴虎符被毁去了一半，因此极有可能是夷陵老祖的一面之词。毕竟这种级别的法宝炼造过程肯定异常辛苦。